中国的歼六有了怎样的变化？为何能被改造成为无人机？这将会使其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对于中国无人机的发展将有怎样的影响？说到中国歼击机家族，不得不说的就是歼六。歼六作为中国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也是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且在各次实战中，歼六共击落20多架各型飞机，而自己却一架没有被击落。但是随着服役年限的增长，歼六在2010年6月正式退出中国空军装备序列，完成了其在中国空军的使命。然而，现如今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歼六又重新出现了，但是却是以另一种身份出现。经过蜕变后，歼六摇身一变成为了无人机，继续在中国空军中活跃，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做贡献。据防务新闻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微博上公开了新训动员的照片，其中有2架歼六战机，虽然拍摄的机场不明，但是有东部战区新训动员的横幅，而这些歼六战机上的5位数战术编号都经过数位处理，好隐藏他们所属的单位。据消息显示，相关歼六战机仍在服役，可看到机翼下方各有3个挂架。歼六是陆版米格19拦截机，载人版因为老旧过时，早在2010年正式退役。从那时起，就曾有卫星照显示，许多歼六出现在台湾对面的中国大陆沿海福建连城，还有广东兴宁这2座空军基地。但是，关于歼六被改造成为无人机的消息，早在2013年就有消息传出。据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要用以多取胜的方式来压制敌军防空，或是当作基本款无人战机。而且此前，据美国商业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拍摄的卫星照显示，在中国福建连城空军基地有50架歼六，而9架2400米的跑道旁。而兴宁的空军基地通过所拍摄的影像显示，有29架歼六在基地。且谷歌地球在2013年3月、2014年10月，还有2018年12月公开的兴宁基地照片都显示他们在跑道上滑行。此外，据多年来拍摄的卫星照显示，歼六出现在2座基底不同的地方，进一步表明他们仍在服役，并未封存。值得一提的是，连城和兴宁这2个空军基地距台湾约近443公里，这2个空军基地也都在歼六的航程范围内。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歼六确实还在服役，而且很可能已经改造成了无人机。这也是卫星云图首次曝光中国的歼六已经改装成了无人机，这也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空军的实力。那么，中国为何要将歼六改造成无人机呢？我们都知道，近年来无人机以其独具特色的优势逐渐应用到各国军事行动中。相比于有人驾驶的战机，无人机在设计上不必考虑飞行员这一因素，可以节省空间和设计成本。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起降，也不必考虑人员的安全因素。至于要考虑飞机的稳定性，因此对地勤保障的要求比较低。所以也是由于没有人员的培训费用，这就使得成本大大降低，也能较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中国一直在专注于无人机的发展，而且在无人机的发展上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取得了较大发展。此外，也是由于歼六作为中国研制的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先后生产了5200架，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由于歼六的数量相当庞大，因此为了节约成本，使其也可以重新派上新用场。再加上部分退役的歼六战机仍有较长的剩余寿命，封存条件比较好，因此中国决定将歼六战机进行无人化改装，改为无人机攻击机。因为由于现代化空军的技术和战术要求越来越高，退役封存的战机起风后很难以老旧状态重新上战场，所以这些封存的歼六战机只是理论上具有后备作战能力。如果不进行改造利用，这批歼六的最终结果还将是以拆解为主，所以中国才会有将其改造成了无人机，以便可以将退役的歼六加以合理利用。因此，要将歼六改装成无人攻击机，就需要拆除弹射座椅、氧气系统、机炮、座舱航电和副油箱等设备，但需要保留座舱盖。
不对座舱进行封闭，其中就体现了应漏就减的原则。此外，还增设了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改装了自动驾驶仪和末端导引系统，可以低空自动出航，保留了歼6的基础飞行性能。这就使得歼6无人攻击机可以执行多种任务，对地攻击时可挂载航空炸弹，对海封锁时可挂载航空水雷，也可以在作战时充当雷达诱饵机，安装雷达诱饵装置，模拟大集群攻击机的飞行，引诱敌方的雷达开机，暴露其远程警戒雷达和地空导弹阵地，或者消耗敌方的远程地空导弹，从而让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增强打击效力。此外，随着中国在无人机方面取得的飞快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无人机群的发展，这使得中国有了无人机航母，因此这就可以为歼6无人机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其自身无法编组成军，就需要有着无人机航母的支持，就可以发挥出其最大的战斗力。中国的无人机航母具有很强的适配性，既可以与较大的水面行动舰队协同作战，也可以干扰敌方海上和空中的行动，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无人机蜂群的作用，发挥最大的破坏力。且近几年来，中国在无人机集群的能力发展方向取得了稳步进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常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来进行对无人机集群的能力的发展。就像潜水艇和空间站一样，可以用大型飞机或轨道飞行器发射一些无人机和智能武器，用潜水艇的鱼雷发射装置发射一些潜水艇和一些智能蛙人。而中国的无人机航母就将成为无人机的发射器，以此来打造中国自己的无人机蜂群，来发挥无人机的最大集战力。因为成群的无人机非常具有迷惑性，这也使得对手很难找对目标进行攻击，会让敌军自乱阵脚、盲目逃窜，因此可以起到最好的扰乱作用。此外，这样大的无人机蜂群也拥有巨大的灵活性，因为单个无人机不需要执行较大集群的任务，而集群中的任何一架无人机都能配置携带单一任务所需要的设备，所以这也具有很强的机动性，从而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成本，起到最好的作战效果。而且中国将改造的无人机部署在台海地区，这也是别有一番深意，这也是想借此来给台海注入新的军事火力，这也将给台当局以巨大的威慑力，以此来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相信歼6在被改造成无人机后，也能够继续发挥其的余热，可以使其重获新生，能够继续为中国空军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对于中国无人机群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相信会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